陽光、沙灘、普吉島，這可能是你印象中的泰國，但實際上政變、軍人干政、冒犯君主，這也是泰國人熟悉的日常生活。作為一個東南亞觀光大國，泰國怎麼會有這麼矛盾的兩個面向呢？翻開歷史來看，泰國大選跟政變的次數幾乎一樣，但泰國軍人為什麼有本事推翻政府？人民難道不會想反抗軍人，捍衛民主制度嗎？更驚人的是，這些故事的背後竟然都跟泰國國王有關。國際為什麼？我們為你解惑一個難解的國際現象究竟從何而來。今天想跟你聊聊泰國的軍事政變，帶你一起了解國王跟軍方聯手打造的泰式民主。第一段要先跟大家介紹泰國的政治體制是如何從絕對王權走向君主立憲，又為何會跟政變扯上關係呢？由於泰國的政治制度跟台灣很不一樣，所以在我們開始今天的主題之前，想先幫大家簡單帶過泰國的政治概況，用懶人包的方式了解泰國政治的運作模式。就跟日本、英國一樣，泰國是一個君主立憲的國家，泰國國王是泰國的國家元首，也是最高的精神象徵。實際治理國家的權力是在泰國總理跟內閣的手上，而總理則是透過國會來推舉。泰國國會目前分成參議院跟眾議院，而泰國總理經由眾議院選出，取得多數席次的政黨或是聯盟就可以推出人選成為泰國總理。參議院雖然無權選舉總理，但目前依然有很重要的權力，就是選出憲法法庭法官。法庭本身掌握政黨解散、總理免職的審判權，這點我們在後面會陸續說明。這樣看來，泰國是一個很典型的君主立憲國家，但為什麼總是會出現政變呢？那是因為在國王、總理和國會這個三角形的權力結構裡，還隱藏着一個強大的力量，就是軍方。說到這裡，各位可能會覺得有點疑惑，軍方怎麼能插手民選政府呢？其實，在泰國走上民主道路的那一刻開始，這個國家的政治命運就注定要跟政變綁在一起。而我們要解釋這一切，就要先回到泰國從專制走向民主的1930年代，帶大家來回顧當時的泰國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1930年代的泰國叫做暹羅，是一個絕對專制的君主制國家，由雀克里王朝進行統治。但當時國家內政一團糟，有很多受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希望暹羅能跟西方國家一樣，轉型成現代化的民主國家。另外，受過軍事訓練的軍官對於國家這種衰落的狀況也不滿，認為要推動改革才能富國強兵，所以暹羅社會上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跟軍人逐漸聚在一起，形成一個被稱為人民黨的團體。人民黨很關鍵，先記起來，等一下還會出場。當時的暹羅國王是拉瑪七世，他在位的1930年代正好碰上經濟大恐慌，全世界都面臨經濟衰退，導致國家的財政赤字非常嚴重。所以拉瑪七世為了處理一系列的國家問題，成立一個類似內閣制度的最高國務委員會，由這個委員會來協助他制定各種改革政策，尤其是解決財政赤字的問題。不過，這個委員會是由保守的王室成員組成，他們推出的財政改革怎麼可能會砍自己的錢？所以他們把目標鎖定在削減文官跟軍事的預算，引發知識分子跟軍人的強烈不滿，也就是前面提到人民黨的主要組成分子。一連串的財政跟政治問題，讓暹羅人民不滿的情緒累積多年，最終迎來了泰國歷史上的重大轉捩點。1932年6月24日清晨，人民黨趁國王拉瑪七世到海邊度假的時候，在首都曼谷發動政變，佔領王宮，逮捕王室成員，宣布王權專制的時代結束。整場政變只用了短短4個小時就宣告成功。而國王拉瑪七世最後也同意人民黨給他的選擇，把權力交給議會，建立君主立憲制，國王不再擁有實權，由貴族出身的馬諾巴公成為第一任泰國總理，也就是本段的第一個關鍵字——暹羅立憲革命。然而，泰國民主化之後的第一場政變來得比想象中還要快。1933年6月，也就是革命之後的隔年，出身貴族的總理馬諾巴公不願意採納人民黨領袖提出的經濟政策，人民黨內的軍方勢力不滿，最終選擇發動政變。這個決定就如同打開潘朵拉的盒子，從此讓軍事政變成為泰國的另一個代名詞。
好，故事先告一段落。但說到這裡，我想各位應該也會感到好奇，軍方為什麼有能力可以推翻剛成立的新政府呢？其實這場暹羅立憲革命打從一開始就有軍人參與，因為就像前面提到的，人民黨的核心成員除了知識分子，還有一大批掌握軍權的軍人。有拳頭的人講話自然比較大聲，再加上泰國當時缺乏民主轉型的經驗，整體公民素質也不夠成熟，所以軍方漸漸發現，在君主立憲的新制度之下，自己竟然成為最有組織力的一股力量，影響力也就超越了其他人民黨的成員。像是1933年的這場政變，主導者就是拍鳳跟欒丕問兩位將軍，他們都是人民黨策動立憲革命的核心成員。而在推翻馬諾巴公政府之後，兩個人也先後成為泰國總理，連續執政時間長達11年。根據統計，從1932年開始，泰國舉行過27次國會大選，但政變次數竟然高達25次。雖然其中幾次不是軍方發動，也不是每一次都成功，不過政變與選舉次數幾乎一樣，真的相當驚人。也正因為如此，泰國被許多學者評為有缺陷的民主國家，也就是本段的第二個關鍵字——半民主體制。所謂的半民主體制是結合民主跟威權的說法，也就是某些團體可以透過自己的手段影響政局穩定，讓民主制度成為假象。就以泰國來說，有明確的政府體制，但軍人卻可以透過政變改寫既定的遊戲規則，就是典型的半民主體制。接下來我們繼續前面的故事，來看看泰國軍方是怎麼逐漸跟國王相互利用，把政變美化成一種愛國的表現。在理解完泰國從軍權轉向民主的坎坷過程之後，我們可以發現，泰國軍方推翻政府、主導政變的兩位將軍，還先後成為總理，連續執政11年，幾乎有一種想幹嘛就可以幹嘛的感覺。身為國家領袖的國王，難道一點辦法都沒有嗎？在這邊告訴大家一個很驚人的事實：泰國這段軍人主政的期間，國王根本不在家。我們前面有提到的國王拉瑪七世，在他任內，泰國成為君主立憲的國家，但是他打從一開始就對人民黨發動政變很不滿，所以在1935年選擇退位，流亡英國。下一任的泰國國王竟然是一位遠在瑞士念書的王室成員，也就是拉瑪八世。但這位拉瑪八世當時只有9歲，而且短期之內也不可能結束學業回到泰國，軍方就選出攝政王來代理泰國王室的公務，一直到1945年，拉瑪八世才重新踏上泰國國土。所以從拉瑪七世退位到拉瑪八世回國，前後長達10年的時間，泰國國內根本沒有國王，國家大大小小的一切都被軍人政府還有軍人選出來的攝政王掌握。甚至在將軍欒丕問擔任總理期間，泰國幾乎成為一個軍事獨裁的法西斯政權，軍人把自己定位成國家守護者，宣稱有維護君主權威跟社會秩序的使命，還在2戰期間跟德國、日本這些軸心國結盟。這10年國王不在家的時間，對泰國影響非常深遠。泰國軍方不只是填補了權力中心的空洞，還把影響力牢牢綁在泰國政治制度裡。就算總理不是軍人，軍方也有一言不合就政變的本事。看到這裡，如果你是泰國國王，面對軍方這麼強大的影響力，你會怎麼做呢？這個難題在1946年落在一位18歲的年輕人身上，他叫做普美蓬。在這一年，他登上王位，也就是我們所熟知的拉瑪9世。這時候的泰國王室很脆弱，加上普美蓬也長期在國外留學，在國內幾乎沒有政治基礎，只能依賴軍方的力量維持王室地位。在這邊就逐漸出現王室跟軍方需要互相利用的狀況。也就是說，軍方要借用國王的地位，讓自己的統治有合法性；國王則需要依靠穩定執政的軍方，重新恢復王室的政治影響力。而這種軍方跟王室互相依賴、各取所需的狀況，在拉瑪9世在位期間不斷得到強化，兩邊的同盟關係對泰國政治帶來極為深遠的影響，甚至讓國王越過紅線，直接插手政局。關於這個國王跨過紅線的故事，我們最後一段再來談。除了這些政治現實造成的軍權、王權結盟之外，在制度上，雙方也存在一個關鍵的聯繫管道，同時也是本段的第一個關鍵字——樞密院。
樞密院是泰國國王的顧問機構，可以在國王有需要的時候提供政治建議。歷史上曾經多次存廢，在拉瑪9世在位期間重新設立樞密院，成員由國王親自任命，所以樞密院當中都是國王最親近、最信任的人。但這樣一個顧問機構是怎麼跟軍方甚至是政變扯上關係的呢？關鍵就在樞密院成員由國王親自任命，而拉瑪9世在位期間有非常多的樞密院成員具有軍事背景。樞密院作為國王的顧問機構，運作並不透明，成員還跟軍方關係密切，所以外界長期認為拉瑪9世借由樞密院影響軍方，再透過軍方干預政治。而其中一個廣為人知的案例就是2006年的軍事政變。2006年，泰國總理戴克辛遭到軍事政变，泰國媒體幾乎一致認為政變的主謀是樞密院院長廷素拉暖。他不但是國王拉瑪9世最核心的親信，也是前任泰國陸軍總司令，在軍方當中有非常高的威望。在軍方政變之後，戴克辛下台，內閣閣員被逮捕，只剩1個月就要舉行的國會大選也被取消，軍方更是宣布戒嚴，推出同樣擔任過陸軍總司令的素拉玉成為泰國總理。順帶一提，這位素拉玉現在正是泰國國王拉瑪10世的樞密院院長。2006年的這場政變，不只是樞密院院長廷素拉暖被當成主謀。根據 BBC 報道指出，廣受愛戴的國王拉瑪9世認為人氣極高，而且帶點叛逆、不服從傳統威權的戴克辛對泰國王室產生威脅，所以默許了政變的發生。而另一個完全相反的案例，則是1991年軍事政變，在第2年引發泰國曼谷群眾抗議，結果軍方血腥鎮壓。為了避免局勢升溫，拉瑪9世介入調停，軍方跟示威者領袖一起跪在拉瑪9世面前，同意平息動亂，舉行大選，重新讓文人政府上台。從這2個案例來看，就可以發現，以泰國國王跟軍方的關係，沒有國王的同意，任何政變都不會成功，所以才會有國王默許政變發生，出手卻又能結束紛擾的奇幻現象。除了樞密院之外，還有冒犯君主罪這條法律，同樣發揮着軍方跟王室互相利用的功能，所以冒犯君主罪也是本段的第2個關鍵字。所謂的冒犯君主罪，就是誹謗或侮辱國王在內的重要王室成員，就有可能會被判處3到15年的有期徒刑，幾乎是全世界最嚴格的冒犯君主罪。但是有關誹謗跟侮辱的標準非常模糊不清，讓這條法律逐漸被外界批評是為了維護王室利益而存在的法律。而且在泰國的軍事政變當中，軍方好幾次就以冒犯君主罪為理由給政敵扣帽子，推翻民選政府。像是剛剛提到的戴克辛，就是被軍方指控冒犯君主權力。非營利組織人權觀察就批評，這條法律已經變成軍方用來打壓政治對手的手段，也等於是在打壓言論自由。Well, today the decision, according to the process of law, the result is that we are dissolved as election winner of 2023. But I have my freedom and my rights to insist on our innocence, that we have no intention of treason or insurrection or trying to separate monarchy from the country of Thailand. 正是因為泰國國王地位崇高，軍方很容易在民選政府跟王室有利益衝突的時候，輕易給政府扣上冒犯君主的罪名，就可以名正言順以維護君主尊嚴為理由發動政變。軍方會反過來利用國王在社會的威望，合理化自己的政變，甚至可以得到擁護王室民眾對政變的支持，把政變變成一種愛國的表現。不過，總不可能所有的民眾都這樣想吧？就不會有人看不慣軍方的作為，站出來推翻軍政府嗎？下一段，我們將走出王宮，來看看泰國社會怎麼看待軍事政變。用選票選出來的政府被推翻，泰國人民難道沒意見嗎？這一段，我們來看看泰國民主社會的難題與考驗。接續前一段提到的，就算軍方發動政變的理由是要維護國家秩序或是捍衛國王尊嚴，但這種聽起來就是借口的話，泰國民眾真的買單嗎？推翻民選政府，這看似違背民主的行為，怎麼還能得到部分民眾的支持呢？這一段我們將以2014年帕拉育推翻營拉，也是目前最近的一次軍事政變為例，來看看這背後的故事。
這段故事的主角之一是前泰國總理英拉，他的哥哥就是我們前面有提過的前總理戴克星。英拉代替流亡海外的哥哥出征，率領維泰黨贏得2011年國會大選，成為泰國第一位女總理。正所謂人紅是非多，雖然戴克星人氣很高，但討厭他的人也不少。尤其2006年，他就是被軍方政變下台的，所以妹妹英拉上任，同樣讓軍方為首的政敵密謀推翻英拉。最後，英拉也沒逃過軍方的威脅，在2014年被軍方掌握的憲法法庭免職。隨後，陸軍總司令帕拉育宣布戒嚴、解散國會，甚至是終止憲法運作，而且說這一切都是為了恢復國家秩序，矢口否認是一場政變。不久後，國王拉瑪9世任命帕拉育掌管政權，媒體報道就形容泰國國王備受尊敬。獲得國王任命就等同於合法化了軍方的行為，軍方也開始以冒犯君主罪大規模逮捕媒體人員，還有前任內閣閣員。面對國家再次面臨軍事政變，泰國民眾難道就沒有想過抵抗軍隊嗎？在這裡，我們要引述泰國朱拉隆功大學專門研究軍事政變的政治學教授普安通的研究，同時點出我們的第一個關鍵字：監督力量薄弱。根據普安通的說法，政變之所以會時常發生，是因為 NGO、人權團體和大眾媒體這些泰國公民社會的基礎很薄弱，尤其有一些大眾媒體長期堅定支持軍方，不斷宣傳對軍方有利的言論。而且這些大眾媒體一旦跟軍方結盟，也會跟軍方產生互利共生的關係。軍方靠媒體洗白形象，也會給媒體資源上的好處。無論軍方惹出多少爭議，總是會有人替他們講話。久而久之，就會對民眾產生影響，支持軍方的做法。普安東教授還說，2014年的這場政變明顯經過周密的計劃，迅速成立軍政府，鎮壓抗議群眾，起草新的憲法，讓軍方可以直接任命國會議員，等於是透過制度鞏固了軍方在國會中的力量。像是軍方長期控制的參議院，掌握了憲法法庭法官的提名權，讓憲法法庭成為解散在野黨、免職文人總理的工具，讓軍方能夠確保，就算選出文人總理，軍方還是能透過制度影響政權。另一個原因是泰國政壇長期以來的問題，也是本段的第二個關鍵字：政客貪污。普安通教授指出，馬來西亞、緬甸的人民對選舉能夠改變現有體制這件事情仍然抱持希望，但是泰國在軍政府跟文人政府之間切換過很多次，國家政治卻還是沒有變得更穩定成熟，導致民眾對民選政府也不是這麼有信心。關於這一點，普安通教授還提到一個特殊現象，就是泰國政治人物好像沒有這麼在意公眾形象，就算民間有很多批評，也還是照樣貪污。例如戴克星執政的2006年，他的家族把手上持有泰國最大電信集團的股份賣給新加坡淡馬錫公司，獲利高達730億泰銖。而這起交易最大的爭議，就是在交易前，泰國國會修改相關法規，讓原本多處違規的交易案就地合法，還不用繳交任何稅金。就有學者批評戴克星用合法的方式損害公共利益，而且對此毫不在意。而且軍方也很擅長利用媒體塑造民選政府充滿各種不道德的形象，像是戴克星就不斷被貼上貪腐、逃漏稅的標籤。只要這種形象深植人心，軍方推翻民選政府剛好是恢復秩序而已。至於那些敢站出來反對軍政府的公民力量，又會回到前面提到用冒犯君主的罪名逮捕，就逐漸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的寒蟬效應。這樣看下來，從軍方勢力龐大到公民力量脆弱，各種條件看下來，泰國要擺脫半民主體制的形象，好像真的非常困難。泰國有機會變成真正的民主國家嗎？接下來我們將會提到研究泰國政治一定會提到的一個學術名詞，也是下一段的關鍵字：軍權網絡。最後這一段，我們要帶大家看看一張看不見的權力網是怎麼改寫泰國的民主制度。這裡我們提到的軍權網絡是一個學術名詞，但別擔心，我們會用簡單易懂的方式幫大家好好做介紹。軍權網絡這個名詞最早是由研究泰國的政治學者鄧肯所提出。簡單來說，就是泰國國王有很多能夠干預政治的觸手，這些觸手包括前面提到的軍方、樞密院、司法機關、財團，這些觸手接在一起就形成一張權力網。而這張權力網能夠成功運作，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不管軍人、社會精英或是老百姓，所有的泰國人都有一個共識：
泰國國王是至高無上的存在。既然國王地位這麼高，那國王一定是最公正、最替國家未來着想的，對吧？正是這個想法，讓國王拉瑪9世跨過了我們前面曾經提到的那條政治紅線，也就是1973年泰國學運。當時的泰國已經長期受到軍人統治，以學生為核心的公民站出來要求軍政府下台。在1973年10月爆發激烈的流血衝突，總共有77人死亡。眼看國家局勢就要失控，國王拉瑪9世就這樣華麗登場。拉瑪9世召見軍方與學運領袖，要求軍政府總理辭職來化解這場衝突，還打破憲政慣例，自己直接任命一位新的文人總理。照理來說，君主立憲的國家，君王不能夠直接干預政治。但拉瑪9世在1973年的學運，不只是象徵性和解衝突，而是決定政局的發展，要求總理下台。對於國王越過政治紅線，民眾的反應卻是一片歡欣鼓舞。所以這起1973年學運確定了泰國國王超越憲法，是國家最高的仲裁者，更是高過政黨政治和軍政府的力量。在這之後，還有1976、1992年的政治衝突，都是由拉瑪9世直接介入而畫下句點。這是為什麼我們前面會說，任何的政變都是在國王的默許下才成功的，因為他才是決定一切的人。但是專家也點出，軍權網絡能夠順暢運作的核心，還是在泰國國王本人的魅力。以拉瑪9世來說，在位長達70年，親民形象極受人民愛戴。當國王有這種讓人安心信任的特質，介入政局也就不容易引起反感。It's time we Thai people, we have to go out to protect our king today, because as long as we are Thai people, as long as we live in this land, there always be a king, now and forever. 拉瑪9世在位期間，跟軍方的互利共生，讓這張軍權網絡龐大又牢固。但他本人卻只有3次直接影響政局的案例，而且依然在民間維持極高的聲望，讓民眾更不在乎軍權網絡的持續存在。然而，有不少學者專家對於現任國王拉瑪10世的個人聲望提出警告。拉瑪10世的公眾形象，關鍵字不外乎就是揮霍、好色、殘忍，在民眾心目中的形象一直很差。尤其他即位之後，曾經要求擴張王權跟財富，各種擴權行為，甚至讓《紐約時報》形容，簡直就是一場國王發動的政變。學者警告，如果拉瑪10世一直無法建立自己的威信，只會讓泰國軍方變本加厲，讓整個國家都陷入政治對立跟軍事政變的惡性循環之中。最後要說的是，雖然有不少學者指出軍權網絡不能完全解釋泰國的政治問題，而且鄧肯教授在他自己提出軍權網絡的那篇論文也說，由於戴克辛這種極高人氣的總理崛起，人氣直逼泰國國王，這足以撼動甚至取代軍權網絡。但沒想到，就在這篇文章發表的隔年，戴克辛就被政變下台了，依然沒有逃過軍權網絡的影響，所以這個概念依然有不小的參考價值。泰國的王權與軍權在數十年的互動下，形成縝密的軍權網絡。即便有民主選舉，也很難完全獨立運作，因為民選政府隨時都可能被軍方合法的政變給中斷。除非王權跟軍權的連結被鬆動，否則泰國就只存在有限的民主制度，距離真正的民主自由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國際為什麼？我們下次見。今天這集題目是我們發現大家對泰國相關的新聞報道很有興趣，加上選題的時候正好是泰國前總理貝東塔面臨被免職的風波之中，所以我們就決定把泰國軍事政變這個主題好好介紹給大家。那當然，泰國政變次數很多，沒辦法一一列舉出來，只能挑選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案例來加以說明。歡迎大家繼續用 hashtag 琪琪跟你說來留言分享你的看法與想看的主題。喜歡的話，別忘了按下你的讚與訂閱。最後要大大感謝每位付費支持我們的頻道會員，特別是每位乾爹乾媽等級的會員，有你們的支持可以讓我們走得更遠。